慢慢的我发现他脾气越来越大，他总是动不动就生气，一点小事他都不依不饶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俩一吵架他就要分手，每次都是我去哄他。我那不就是一时气话吗？谁知道他当真了。现在他又回来求我复合，我真的觉得太累了。恋爱谈到太累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梁，24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设计师，有请小梁，有请。女嘉宾小李，23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位编辑，来，有请小李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。小李特别累是吧？怎么了？他刚开始的时候就交往的时候就对我特别好啊。我俩是一个专业，但是不同班。我上课嘛，他就下课会接我，然后会给我就是提前打好饭在食堂等我。我不开心的时候，他就会一直哄我，然后一直逗我，直到我开心。但是后面交往1、2个月之后，我就发现他脾气特别暴躁，感觉他以前对我关心都是装出来的。有一次我逛街嘛，我俩就逛了半个小时差不多，他就特别不耐烦那种，在大街上就冲我吼，甩开我就走了。他天天就买衣服、买化妆品，这些生活中根本用不着。女孩子买这些不是应该的吗？而且我穿的好看一点，你自己不是也有面子吗？再说那天你和店员在那聊化妆品那些，我根本听不懂，我处在那里，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我们就逛不到半个小时，然后你说我能跟店员聊多久呀？而且你陪我逛街不千年记忆，我也陪你看你的东西，又不是单看我的东西。他还特别较真，有一次我在上课，他就突然给我发微信说什么5点半要跟朋友一起吃饭，说要介绍我。结果我晚上就有一节课就特别重要，就是那种你不去的话就会挂科。然后我当时就告诉他，他就特别不理解，他就直接给我撂了一句狠话，就说那你自己看着办。那是我朋友他们都有时间啊，我不可能因为我那么多朋友而去迁就你一个人啊。每次就是吵架他就要跟我分手，而且每次分手都是我去找了他。有一次就是我生病了，我都住院了，那时候就是吃腻了医院里的饭，我就让他买外面的饭给我吃，他就不肯，他嫌麻烦，然后他又跟我吵起来了，在病房里面就说要跟我分手就走了。你当时就吃医院那些清淡卫生的饭不都挺好的吗？对你恢复身体也有好处啊。可外面也有干净卫生的饭啊，而且我就是个病人，你就不能顺着点我吗？就是每次我们就是俩闹嘛，然后都是我去跟他说的，就是他，然后我俩才复合的。圣诞节我俩就去那个游乐园夜场去约会嘛，那时候灯光又比较暗，人又特别多，特别挤，然后我们俩就走散了。但是我手机没电了，我就又着急，我找不到他，然后我又不记得路嘛，我找不到他，然后我就随便借了个路人的手机，就打电话给他，才知道他找不到我，他就回去了，就特别生气，我特别着急，我就说话就有点那个嘛，他就电话里面对我凶，说要跟我分手。当时走在那的时候，你自己东看西看的。我能说话了吗？听出来了，1年多的交往很委屈是吧？对。你还挺凶是吧？你们今天为什么来呀？他现在要跟我和好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是来和好的吗？是你哀求别人和好对不对？那你怎么说的振振有词的呀？我觉得我开始以前那些都没错啊。哦，你还觉得没错？那你为什么要和好呢？那我发现离开他之后，我还是一直想着他。你想他什么呀？你是要干嘛呀？什么意思呀？你确定今天是来要求复合的是吧？是的。你确定是不知道怎么办是吧？你还准备这么喋喋不休的一个人诉说多久？我就觉得他如果能改的话，但是我又不知道他能不能改。你让他改什么？就他不止就是发脾气什么的，他每次分手就比较较真儿，他有一次就差点把我赶出家了都。
就有次就是他请朋友在我们家吃火锅，我就准备了一桌菜嘛，等他朋友们吃完了，我就说让他帮我收拾收拾的，他就不动，他就在那玩游戏。我当时看他那样，我就心情也不舒服，我就吓唬他，我就说你不帮我收拾的话，我又搬出去，我就不伺候你了。然后他当时就来火了，就冲我发一顿火，说分手，然后就要把我赶出去。哦，出去了吗？没有，就他那时候就生气，他就走了嘛，他就把我丢在家里。他走了。对，他找朋友去了，他就把我丢在家里，然后他晚上9、10点钟才回来，我们中午吃的饭，他9、10点钟才回来，然后他一进门他就问我，他说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当时就是吓唬他一下，然后我没想到他就真的让我走。对，其实他问这个问题，我是特别想问的。就我听到现在，我最想问的一句话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，姑娘？我就是一直想着我们在一起挺久了，我也想好好在一起嘛。不是，我没听出来你们俩在一起有什么美好的、快乐的事情，你们谁能给我们分享1、2件啊？有吗？有啊。那时候我们一起出去专业写生的时候嘛。当时我们俩就背着老师，然后坐了小电摩，去了大理嘛。那时候我们就环洱海骑行嘛。啊。老师他们也去了，我们就一路躲着老师那。然后你们躲着老师干嘛呀？就老师不让我们租电摩出去。为什么呢？怕你们出事儿。对，都是说让。但你们觉得特浪漫是吧？然后那天晚上我们骑到了那个尽头，然后没电了嘛。啊。我们就一路推回来。那天晚上我们才在一起没多久嘛。那天晚上我就抱着他。咋了？然后我还亲了他。啊，美好是吧？特美好是吧？你那天怎么没发火呀？呀，都没电了，呀来的。那天我看就是在后面，我们都骑着那都挺开心的。哦，就是因为骑电摩没电了，就这东西，不足以说明你对他好啊。是你亲了人家，抱了人家，只能说明你自己挺快乐的。还有什么呀？有时候天冷啊什么的，我直接去给他买衣服啊这些什么的。他生病的话，我也会去给他买药啊什么的。哦，那肯定是交往之初吧？是吗？小伙子？中间也有过。哦，中间也有过啊。哎，你为什么老跟人提分手啊？他哪儿不好？你能告诉大家吗？他都挺好的。那挺好的，你为什么老跟人分手呢？我脾气太大了吧？哦，你脾气太大了。特别委屈是吗？是。就你们过什么像现在年轻人那种什么纪念日啊，乱七八糟，这过吗？那时候1周年纪念日嘛。啊。然后他没什么表示，我当时以为他要给我一个惊喜，我就自己买了礼物。你给他买了礼物？对，然后我到了那天我就约他一起出来吃饭，他就不乐意，他就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吃什么饭，我就知道他忘记了。啊。然后后面他就回来嘛，我就还是把礼物给了他，我就跟他说了一句，我就说你别忘记明天的纪念日了，他又冲我发火，就直接跟我说分手。啊？那时候我工作太忙了嘛，我根本不记得这回事了。那你不记得，你说对不起我忘了吗？明年我来给你补过不就好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要分手呢？我不记得，他还把礼物给我，然后和我说句那样的话，我觉得他在讽刺我。行，我明白了。在生活当中，听起来你们俩是在一起对吧？家务一般谁做呢？就是我做。如果你要求他做家务的话，他会不会发脾气？你告诉我。有时候会。会不会因为做家务这样的事跟你分手？会。他说要跟你分手，你是走了呢，还是你又到其他的地方默默的一个人坐在那儿哭和生气？我就自己觉得委屈，就自己哭。哭完之后谁哄你呢？哭完之后是我先过去跟他说的话。哦，你哭完之后你再过去跟他说话。你跟他说什么呢？就是哄一下他，给他东西，就是给他洗。你还要哄一下他？对。还要给他东西吃。哎呀，这都可以叫妈妈了，你知道吧？妈妈都是这样对宝宝的。哎，你为什么呀？你图什么跟他在一起啊？你告诉我，姑娘。这次是你提的对吧？小片里说你提出分手是吧？是他提出的，然后我同意了，他又过来找我。他提出的。你同意了，你终于同意了。这个分手分了多久啊？没多久，大概1星期左右。1星期左右。你还是想回去对吧？啊？我不知道。你看点头，习惯性点头，哎，你还是想回去，还乐，这就没办法了，啊。
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改呀。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中国有句老话叫知易行难，他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交给3位老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姑娘，谈恋爱是要找一个对我好的人，然后我又喜欢的人。谈恋爱是2个人彼此相爱，然后互相都对对方好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好，同意吗？嗯。那你刚刚在这边呢，絮絮叨叨的你们的恋爱过程里面，其实算起来1年当中扣掉分手以及你们那些争吵，真的没有剩下几天是可以谈恋爱的。他对你好不就是开始那几天吗？你们在一起之后，我听起来他一直都在发脾气啊。所以你到底在等什么？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会为你改变吗？即使一个男人有可能不成熟，然后有可能呢，在一段呢，他遇到了他真正爱的人，或在一段爱情的冲撞里面，慢慢变成一个成熟的男人，肯定是有这样案例的啊。很多的现在的好老公，当年也有可能是一个不会对待爱情的男人，但这个进步是有条件的，这个进步一定是他遇到了一个好的爱情导师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必定要被女人整过之后，他就慢慢变成好男人啦。但是你基本上没有这个条件让他进步跟改变，我就说白了，因为你太弱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的眼泪它是无动于衷的？你从头在这里抽着鼻子抽了这么久，他还是黑着一张脸。不管他有一天会不会进步，变成一个比较不像宝宝的男人，我恐怕你是没有这个福气享受那个果实的，因为你并不懂得怎么教育他。这样讲可能对你有点沉重，但是我想说的就是，如果我是你姐姐、阿姨，我都会劝你赶快闪吧。也许你是觉得委屈，或者在一个惯性里面习惯性的求他回头，也许你从来没有谈过别的恋情，觉得失去了他，失去一段恋情就会觉得寂寞。但有时候是这样，一个人寂寞比2个人痛苦要好多了。自己陪伴自己比找一个人来伤害你要好多了。所以走吧，亲爱的，好吗？唉，我该怎么样对这个男生说呀？我只想问，你妈是不是很宠你？有一点吧。那你有交过其他女朋友吗？没有。真的，你一直在欺负人家，而他也完全没教会你任何事，因为他一再的求你回头，就跟你妈一样。你知道我最讨厌那种孩子是专欺负对他好的妈妈，对别人都很客气，对妈妈很凶，这是我最气的一种孩子。而我最生气的男人就是对你好的女人，你对她特别嚣张狂妄。如果你是一个对朋友都很好的人，大家都觉得你脾气不坏，只有他觉得你脾气坏，那你觉得会不会很离谱啊？越爱你的人，越亲近的人，你对他越坏，这就是个孩子啊，这是个耍赖的孩子。因为你欺负你妈，你再吵再闹脾气再任性都跑不掉，因为她就是你妈。但是很抱歉，我必须要说，这样的孩子是不懂得如何付出爱跟对别人好的，不体贴也不孝顺。同样在你的爱情关系里面，如果你想要复制对你妈耍赖的那一套，我只能跟你说，你遇上他是你幸也是算你不幸，因为他愿意忍受你1年，但不幸的是这1年你一点长进跟成长都没有。你相信我，你换一个女朋友会被整得很惨的。你必须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不是绕着你转的，你如果对人家发脾气赶人家走，人家就会走的。你如果不好好对待人家，人家没有理由要忍受你，因为她不是你妈。就算她是你妈，我也会衷心的希望阿姨别再宠了，因为你不可能宠她一辈子，而且天下的女人也没有这个必要代替你一起宠着她。来，现在意思就是走吧，在摔打当中，年轻人去成长吧。来，曲总。
女孩，我问你，你相信他能改吗？你不知道对吧？我告诉你，他当然能改了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不是对你。你觉得他脾气暴躁吗？错了，我觉得他脾气很好。小伙子，朋友会说你脾气暴躁吗？不会，绝对不会，因为你为了朋友的聚会不迟到，你甚至于能够让自己的女朋友去逃课。你是一个非常信守诺言的人。工作上你会是一个很暴躁的人吗？不会。工作很重要，你在为工作忙的时候，你甚至于可以忽略你们的纪念日，甚至于因为纪念日的事情，你的女朋友打扰了你工作，你会发脾气。但是不好意思，你没有对工作发脾气。刚才寇老师说了这么多，包括你们之间的沟通，我没觉得你脾气有多棒，反而你可能是个挺懂事儿的。这个事儿啊，可能是加引号的，因为你知道，如果你对朋友发脾气的话，你会没有朋友。工作上你敢暴躁吗？你不敢。老板让你几点开会，你敢迟到吗？你不敢。那你凭什么对自己女朋友这么暴躁？每个人都有脾气，脾气大，一种是你会不会控制，一种是你想不想控制。而对于你的女朋友，你想不想控制，在于你爱不爱她，你关心不关心她。你根本就不爱她，也不会关心她。很难想象你关心你爱的一个人正在生病的时候，你会跟他吵架，还吵到要分手哦。是的，你根本就没有爱上这个女人啊。你觉得这女人就应该是你的开心果，她脾气不好，她有遇到难点的时候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离我远点，在我面前你一定要让我开心。逛街不好意思，我不愿意。朋友一个聚会，你让他旷课，你有为他想过吗？家务让他做，哦，他还得排在游戏后面。你玩游戏的时候，他不能打扰你。所幸或者说是别人的不幸，你遇到了他，他能够容忍你，因为他不会恋爱，他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值得相处。他以为我只是遇到了一个对我好的脾气暴的人，错了，他遇到了一个脾气好的对他脾气很暴的人，就是不爱他的人。所以啊，你去找那个爱你的人，什么情况下你遇到了，就是说你见到这个人之后啊，你一下情不自禁的要对他好，情不自禁的要把自己的脾气收起来，你要供着他，宠着他，他开心你就开心，他不开心你最难受。这种人你才是爱上他，你没有爱上这个女孩，你只是爱上他对你的妥协，对你的容忍，而你可能呢或多或少啊，你是在撒娇。可能你跟你的母亲就是这么撒娇过来的，因为有时候小孩对于母亲的那种无理，有一定程度上是撒娇，他是希望得到对方无底线的宽容的。但不好意思，你找错对象，你是在谈恋爱找对象，你不是找一个妈妈。而女孩呢，你看错了，她一点都不爱你，何必跟一个没有爱上自己的人浪费时间呢？话就说这么多了。好，谢谢。涂老师。他其实不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其实他就是欺软怕硬。你信不信，如果是这个女生的父亲看见了这个事儿，扇他耳光，他吭都不敢吭一声。典型的窝里横的男人。女生你也别哭了，几乎每一次碰到这样题材的事儿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会问一个问题：啊，你这么哭诉的投诉他，说他的种种不是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？女生通常都会说，要么就是说，哎，他追我的时候对我很好，要么就是说，如果他改了，其实还不错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为什么这女人会这样。其实从生理结构上来说，女人对于一段爱情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男性，是吧？从怀孕之后的重负临盆之泪，分娩时候的撕裂的痛楚，等等等等，这成本太高了。所以一般来说，男人追女人都追得挺难，而女人一旦投入情感，她基本上会很专情。统计学证明说，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一起，男人的热恋期60%的可以持续在8个月到1年。
30%可以持续3到6个月，还有10%它只能持续1、2个月。那60%的人，就是可以持续8个月到1年的人，是自然而然的热情消退。30%的3到6个月的，可以说是喜新厌旧。至于这10%的，只能说是过河拆桥吧。所以说你的这个男生，他不是说性格上的一些问题，又或者是说一些自然而然的一些热情消退的问题，我认为这个男生其实是品质有问题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男生以一种非常傲慢的姿态站在你面前向你求和，其言下之意就是说你没资格分。我来向你求和，不过是赏你一口饭吃，你还不给我回来。当一个男人是这样的一种状态，追你的时候可以百般的好，不到1、2个月就原形毕露。对于这种男人来说，他无论是谈多少段恋爱，那只能是一场又一场的辜负。我倒不是认为你们之间没有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，我只说一个原因，就是女生一直以来你在她的心里面没有位置，不重要，所以她才会这么的轻视你，连道歉都道得这么不情不愿。他是今天来赔罪的人，但他的脸上写着恕你无罪。当一个男人心里把你放得不重的时候，你的眼泪是不值钱的，你应该收起你的眼泪。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诚恳也都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他感受不到。至于你今天说让他改，表面上是你对他的一种宽容，其实不过是纵容了他的傲慢而已。所以今天你必须不能出来，否则的话，那你真是太不自爱了。行了，别那么深情地看着他了，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儿，请你把自己当回事儿吧，就这样。女生，好自为之；男生，好自为之。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我现在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对你发脾气了。我真不想和你分手。我以前和你说分手都是想吓唬吓唬你，我真的爱你。我们俩在一起1年多了，他总是跟我说分手。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就是我每次你说分手，我有多难过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我答应你这复合之后，你会不会还会不会对我发脾气？还会不会就是你会改？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改，所以我要考虑一下。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再多句嘴，女生，你刚才说你考虑一下，你考虑啥呀？你千万不能被他的眼泪所感动。他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不是因为我们3个人说的话真正就触动了他，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他的眼泪是为自己而流，他觉得委屈。你看，我今天来赔礼道歉，我倒反而被说的一无是处，我委屈。他的眼泪是为自己而流的。如果他真的是被你的眼泪和我们的话所触动，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对不起，鞠躬致歉，给你擦擦眼泪，而不是自己委屈的在那儿哭。你明白吗？这个眼泪是为自己流的，不是为你，你要分清楚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来，请关门。他有他的性格，他有他的想法，所以他会享受他的幸福，他会遭他自己性格带来的罪，这个大概谁都控制不了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V、距离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
来，克制啊！女生，我以前都会问你为什么还出来呀？得到答案无非是一句话，我觉得他还是能改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明确的告诉你，就像你们这样的感情，我是绝对不会祝福的，绝对不会祝福，我也不会去见证你们之间所谓的情感。既然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儿，接下来你只能是在劫难逃。你今天连一点姿态都没有摆出来，接下来你的罪会越来越多，你会越来越难受。啊，来吧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没什么，你们觉得好就行了，姑娘，我们说的都不重要啊。来，我还得说祝你们幸福，因为在我看来，幸福有的时候就是无数个错误来铸就和铸成的，因为很有可能你们今天在一起。真的意识到问题了，好了。还有一种是没意识到问题，后来总有一个人受不了，走了，受了伤。但是生活不就是在受伤当中成长吗？所以姑娘，如果你决定原谅了他，跟他在一起，就好好的把头抬起来。小伙子啊，如果你真心想改，或者说我来控制自己好好爱他，也把头抬起来。日子是自己过得舒服和不舒服最重要。我们这些人说什么，不就提供一个思考的维度吗？仅此而已。本节目礼品是由伊贝诗提供的保时捷专享套，在伊贝诗保时捷期间加1元多一套。来，我们来见证这对小冤家的浪漫时刻吧，请见证。我爱你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好了，请亮灯吧。来，姑娘，这个送给你。你能对人好点吗？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啊？真的。对不起啊，你给他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原谅我吧。男生，你记住今天这个场景啊，记住。就何必呢？人家那么爱你，就好好对人家嘛。回去吧，加油啊！